歡迎收聽一道微光同志小說，作者書野，故事馬上開始。家裡的廚房因長期不使用而落了一層薄薄的灰，鍋碗瓢盆還保持着上次使用完的狀態，沒動過。白启遠又回到了一個人吃飽全家不餓的狀態。總體來說，他不是個對吃特別有追求的人，進食更像是讓身體在按部就班地完成任務。一旦胃部的飽脹感讓大腦停止催促，他人也就消停了，腦子也安靜了。但在飲食上，他仍有一两個顽固不化的偏好，吃面和辣椒。平時再不好吃的面，只要多加辣椒，然後再加那麼一丢丢濃濃的山西醋，也能吃進去。如果不知道吃什麼或者沒胃口的時候，他就會在 A 大食堂簡單要碗面，不用動腦筋，滋溜滋溜地吃下去，胃裡暖乎乎的。不過到目前為止，他吃過的面中，還是唐玉成做的更合他胃口。這或許是因為兩人成長環境相似，而同一方水土容易養出同一個口味和同一個飲食習慣的人。今天的白啟遠回到家，看完財經新聞就走進書房，準備按慣例用工作填補夜晚的空虛。然而在手滑向鼠標的途中，突然拐了彎，拉開了書桌前的抽屜。他拿出一本時尚雜誌放在面前，翻到有唐玉成的那一頁，安靜地欣賞着，指腹輕輕劃過那張扁平化着妝的臉，配合着記憶裡腦補的觸感。僅僅是這一個動作，身體裡那些讓他平時羞赧的念頭隱隱躁動起來。孤燈下，白啟遠的肩膀微微僵硬，理智與隱秘的渴望在心底無聲拉扯着。門鈴此時響了起來，他走到玄關，從門上貓眼向外看了一下，嘴角便不受控制地往上翹。但下一秒，他又被自己的反應驚訝到，開始懊惱自己的這種不爭氣。他強行將自己的笑意壓了回去，才伸手打開了門。怎麼這麼長時間才開門？你沒事吧？我這不好好的，能有什麼事？你進來。唐玉成走了進來，開始習慣性的換鞋。你不是有鑰匙嗎？我只是怕直接開門會嚇到你。也是，我這兩天給你打電話，你怎麼都不接？唐玉成穿好鞋往客廳走，等轉身面對走近了的白啟遠，才發現他臉色的異樣。你臉怎麼這麼紅？白啟遠快速抬起兩隻手撫上臉頰，聲音有點虛。我剛洗完澡。這話本是為了掩飾自己內心的慌亂，可等說出口，他便意識到這個理由似乎讓目前的氣氛變得微妙且曖昧。這一覺察讓他的神色閃過一絲迥異。你不是身體不舒服吧？唐玉成往前邁了兩步，伸手想去探他額頭的溫度。白啟遠利索地往後退了一步。沒有不舒服。唐玉成懸在半空的手頓了頓，放了下來。他此時的故作淡定盡數落在唐玉成眼裡，他看破不說破，只順着話頭繼續說下去。沒事就好。那你說，你為什麼不接我電話？你的電話總是因為各種事沒接成。白啟遠解釋着，又抬眼看了看唐玉成，從對方的神情裡可以看出，這個理由並沒有成功說服他。那你可以忙完之後再把電話給我打過來啊。唐玉成邊說邊帶着幾分埋怨的眼神，大略看了一圈周圍。白啟遠也站在一旁打量着唐玉成，他軍訓回來黑了一圈，身體線條微微收緊，多了些不動聲色的凌厲。往日裡的少年氣又褪去了幾分，如今連站在那裡都能無端帶出一點重重的荷爾蒙氣息。不知不覺間，白啟遠的視線在對方身上多停留了幾秒。我是不是曬黑了很多？白啟遠略顯局促地移開視線，看向別處。有點兒，不過男孩子曬黑點健康。他說這話時，頭微微低着，長長的睫毛就着頭頂的燈光，在光潔的皮膚上灑下一小片陰影。這讓唐玉成心口莫名一滯。他是在害羞嗎？我之前都沒見過他害羞的樣子，所以不是很確定。如果真是在害羞的話，那他害羞的時候真的很好看。對他的這種反應，唐玉成有點意外，忍不住向前走了一步，想離他更近些。但白啟遠還是後退了一步。人就在面前，但我進，他退。他對我已經有了戒心。之前我吻了他，他就安排我去住校。後來我們做了，他又拿斷片當借口，開始跟我保持距離。要不是有照顧我的莫名義務，以及顧及當時我快要高考，他大概早就徹底的從我生活裡抽身離開了。我沒給你回電話，是怕打擾你軍訓。再說，目前我這邊確實真沒什麼事。沒什麼事就不能打電話說說話嗎？你知道我多想你嗎？但你根本沒有想過我吧？白啟遠避重就輕。你今天剛軍訓回來，應該挺累的吧？快回去睡覺。我這兒你也看到了，沒什麼事。是不是我的到來讓你感覺不自在？沒有。唐玉成看着他抗拒的姿態，話都說到這份上了，再說下去還有什麼意思？他不忍再逼他，他嘆了口氣。那好，我走。
他轉身走到玄關處，側頭晚安。軍訓完畢，大學生活正式開始了。唐玉成過得忙碌而充實，每天奔波於學校和劇組之間。A 大階梯教室裡，學生上上下下，有些嘈雜。唐玉成一進門就看見助教周牧陽正站在講桌前幫教授調試電腦和投影儀。唐玉成在人群中找到了陳野，走過去在他身邊坐下。他把筆記本和筆擺在面前的桌子上，心裡隱隱有些小興奮。這是他第一次坐在台下聽白啟遠的課，這堂課叫經濟學原理。上課時間到，白啟遠拿着一個包和一瓶礦泉水走了進來。教室漸漸安靜下來，只有他不快不慢的腳步聲。他登上一級台階，走進講桌，把包放在了上面，隨後來到投影布前，手裡只拿着那瓶水。同學們好，我是這門課的授課老師，我叫白啟遠。台下的新生們鼓起掌來，白啟遠微微一笑，壓了壓手，示意大家安靜。在正式上課之前，按照慣例，我需要先說一下我這堂課的一些注意事項，一共3條，大家不要緊張。如果你是認真來學習的，做到這3點一點都不難。第一，這門課如果你遲到3次以上，就不用再來了，直接記0分。當然，我更希望你們坐在這裡是因為對經濟學感興趣，而不是為了應付那幾個學分。第二，期末考試沒有劃重點這一說，平時的課堂上我反覆強調的，花大量時間去解釋的就是重點。第三，白啟遠微微停頓了一下，嘴角勾起一抹若有似無的笑意。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說過沉沒成本這個概念？如果你們在我的課上睡覺、刷手機，浪費了本該用來學習的時間，那麼虧的是你們自己。我希望大家都能做個聰明的投資者。至於沒聽過沉沒成本這個概念的同學，別擔心，這個概念我們之後會講到。台下聽懂的學生們發出一陣低低的善意的笑聲，原本緊繃的課堂氣氛瞬間輕鬆了不少。我想先問大家一個非常生活化的問題，我手裡這瓶水在學校超市賣2塊錢，那如果現在我們把它放到撒哈拉沙漠的中心，它能賣多少錢？坐在前排的一个學生搶答，那起碼得好幾萬吧，快渴死的人肯定願意拿全部身家來換。白啟遠點了點頭，很好。當一個人處於極度缺水、接近死亡的狀態時，生存成為壓倒一切的目標。在這種情境下，每一瓶水的邊際效用都會急劇上升，從而產生遠高於其在正常狀態下的價值。因此，即使要付出全部身家，他也願意換取這一瓶水。那如果我把它放在一個高檔西餐廳，配上精緻的玻璃杯和薩克斯 BGM 呢？坐在中排的一個學生回答，那怎麼也得30塊吧，喝的就是這個氛圍。教室裡跟着響起幾聲零散的笑聲，白啟遠也笑了笑。沒錯，看來大家都有成為資本家的潛質，但你們有沒有想過，同一瓶水，分子結構沒有任何改變，為什麼在不同的場景下，它的價格、價值，甚至人們對它的心理預期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教室裡安靜下來，學生們紛紛陷入了思考。很多人以為經濟學只研究錢、研究數字。Lionel Robbins， 他在1932年給出了經濟學最經典的定義：經濟學是研究人類行為的科學。這種行為表現為在目的多樣而資源稀缺且具有多種用途的條件下，如何進行選擇。白啟遠走下講台，語氣沉穩。同學們，羅賓斯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他其實是在告訴我們，經濟學研究的不是物本身，而是在資源稀缺的條件下，人們如何做出選擇，以及由此產生的交換與互動關係。一瓶水從出廠、運輸、擺上貨架，到最後被你喝掉，每一個環節都是一場交換過程。而只要有交換，就會有契約、有摩擦、有信任問題，由此產生為了達成這筆買賣而付出的交易成本。你在超市買水，過程很簡單，但在沙漠裡買水，你得承擔巨大的風險和信息不對稱，這就叫制度與環境改變了交換的方式。白啟遠重新走上講台，轉身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下 Exchange。 這種交換發生在既定的治理結構之下。當你走出這個校門，看到情侶談戀愛，看到大公司合併，看到政府出台新政策，甚至看到舍友之間怎麼分配打掃衛生的任務，本質上都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在約束條件下通過交換實現資源配置與協調的過程。白啟遠轉過身，站在講台後面。從今天開始，我們要用經濟學的視角去解構這個感性而複雜的世界。唐玉成一瞬不瞬地盯着前方，這是他第一次從學生的視角看到了平時工作狀態下的齊遠書。講台上的白教授博學、睿智、從容不迫，舉手投足間都散發着一種時間沉澱後的獨特魅力。
教課的他也太帥太可愛了，真想現在就衝上去，當着所有人的面狠狠親他一口。正看得入神，身旁的陳野悄悄湊了過來，用手肘頂了頂他，音量很低。你們家叔還有點东西啊。唐玉成根本没工夫搭理他身邊這個好事者，怪不得能把你迷得五迷三道的。陳大少爺，請認真聽課，不要打擾別的同學。切，裝吧你就。陳野翻了個白眼，悻悻地坐直了身體。